这时候有人来了，那来的当然是山庄里的工人。他们给2名女佣呢搬来了2张椅子，就让他们坐着，还给他们送来了饭菜。张姐、李姐、二太太说：“你们辛苦了，让我们给你们送来了椅子，还有晚餐，你们在这里守着，1个小时给你们算1天的工资。”张姐和李姐笑眯眯的：“我们不辛苦。”他们俩是在山脚下的花田里干活的，每天忙碌练就了他们的大力气，就拿捏对付宁思琪这种娇滴滴的小姑娘，轻松得很。就二太太交给他们这样的任务，他们乐得很，比在花田里干活轻松多了。没想到二太太还给他们更高的工资，1个小时就算1天的工资。对面的那个小姑娘呀，最好就僵持10天半月的，那他们今年回家过年就能过一个大丰年了。二太太还管他们的饭呢，对面的小姑娘饿着肚子呢，吐了几回，不饿才怪。虽说现在不冷不热的，不过太阳一下山，气温就会下降，管城的晚上还是有点冷的。他们倒要看看宁二小姐能坚持多长时间。有脸跑来跟他们二太太要钱，也要有本事要到才行。给张姐和李姐搬椅子以及送晚餐过来的2个人，看了几眼对面的宁思琪，低声问着张姐：“宁二小姐还没有离开的意思？”张姐打开了饭盒盖，看到晚餐极其丰富。他们平时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吃，为了省钱，伙食一般般的。山庄里会补贴伙食费给他们，但他们就是节省，所以不会像山庄里的同事那样吃得那么好。没有呢，硬得很，说一定要我们二太太给他钱，还说通知了娱记记者过来，你们回去跟二太太说一声，拦住那些娱记记者，让他在这里等到天黑天又亮，就也等不到娱记记者的到来。我刚想打电话告诉二太太的，你们就出来了。张姐也是刚从宁思琪嘴里听到的这个消息。宁思琪刚才是打了几通电话，低声说着什么，他们耳朵在尖，也只听到只字片语，好像提到了悠悠山庄。他们以为宁思琪是跟家里人说，他现在悠悠山庄，现在想想应该是通知娱记记者过来吧。我现在就进去告诉二太太，听说宁思琪要请娱记记者过来，闹大了，对二少奶奶的名誉还是有损害的。管城不少人都对二少奶奶羡慕嫉妒恨呢。二少奶奶以前是盲人，她收到的羡慕嫉妒恨比大少奶奶还要多。大少爷因为性子冷，不好相处，爱慕暗恋大少爷的女人啊，其实不多。那最出名的也就是商小飞小姐了。商小飞爱得起放得下，知道大少爷和大少奶奶是夫妻关系，马上就挥剑断情丝，如今也找到了好归宿。二少爷其实比大少爷受欢迎的，所以二少奶奶嫁给二少爷后，多少人都羡慕嫉妒恨，有机会踩一踩二少奶奶呀，那些人哪肯放过呀？那2个人就很快回山庄里去。张姐和李姐吃着他们俩的晚餐，吃得津津有味的，边吃边夸着好吃，惹得跟他们僵持着的宁思琪直咽口水。有什么好吃的？你们佣人的饭菜也就是比猪食好一点而已，还没有我家以前养的狗伙食好呢。汽车的喇叭声响起，一辆黑色车身的轿车沿着山路开来。宁思琪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看清楚是一辆豪车，猜到是战家哪位爷回来了。他立即来了劲儿，往路中间一站，打算逼停对方。战家几位少爷，他怕的只有战印。战印一出现，往往是好几辆车子的。现在驶上山来的只有1辆车子，明显不是战印。那所以宁思琪有恃无恐，敢站在路中间拦车。车辆呢，在距离宁思琪还有10几米远时就停了下来。宁云初按下了车窗，探头出来看了看，看不清楚，靠着猜测，猜到应该是他的义父妹妹。别人不会往路中间拦路。宁云初，你总算回来了，你给我下车，给我钱，你霸占了我爸妈的家产。
不让我住，不让我回家，还冻结我的银行卡。你想饿死我吗？我告诉你，你不给我钱，我就在这里不走了。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多么的冷血无情。最好战家长辈责怪宁云初冷血无情。战家是个充满温情的大家庭，他们肯定不喜欢冷血无情的人。他要在战家人面前揭露宁瞎子的真面目。宁云初缩回了头，按上了车窗，对丈夫说道：“老公，开车。”战义臣重新开动车子。宁云初，有种的呀，你就撞过来，你还真撞过来，你想撞死我呀？宁思琪一开始还撑着腰站在路中间叫喊着，以为姐姐不敢撞她。当看到车子重新开动，继续往前开，车速还不慢，吓得她赶紧往路旁边一跳，避开了。张姐和李姐早就搬开了椅子，站在了路边，看着二少爷的车子从他们面前驶过，直往山庄大门口而去。很快，张姐接到了电话，管家通知他们俩可以下班了。随即，管家也给他们俩结算了额外的工资。两人欢喜地下班了，就留下宁思琪在那里破口大骂，却没有人理他。山风吹来，穿得不多的他呢，冻得直打颤。他要不要回去啊？宁云初回来了，肯定不会给他钱的。他在这里僵持了一下午，被堵了几次臭袜子，土得天昏地暗，现在是又饿又渴。主要是他的目的无法得逞啊！这战家的人都懒得理他，就让两位大妈跟他对战，他是拼尽了全力。但人家连正主都不用露面，只需要叫两个大妈出来就能治得他死死的。就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宁思琪越发的恨着宁云初，发誓以后翻了身，傍着龙先生，一定要将宁云初踩在脚底下，还有战家，他也要将战家踩下，最好就让战家破产，让战家所有人尝尝他两个大姑破产后的滋味。宁思琪的手机响了，他就连忙接听电话。很快他就尖叫着什么：“你们不来了？这么好的机会，绝对吸引眼球，你们居然说不来了？哎，不是说要来的吗？这可是战家二少奶奶的新闻，你们也不想要？”对方挂了宁思琪的电话。宁思琪气得想摔手机，举起了手机，他又放了下来。不能因为宁云初摔坏了自己的手机，那他们不来就不来呗，以后有他们后悔的时候。宁思琪跑到山庄门口，本想大喊大叫的，却看到了宁云初从里面出来。陪着宁云初的是战义臣，这个男人是宁思琪一开始就看上的。父母还没有出世时，母亲就策划着想让他和战义臣在一起，结果战义臣成了宁瞎子的男人。宁思琪羡慕嫉妒恨呀，特别是想到自己遭到了龙先生的糟蹋，只能给龙先生当情妇，他就越加的嫉妒宁云初了。宁云初，你总算出来了，我以为你不敢出来呢。宁思琪叫嚣着：“给我钱，我没钱吃饭了。你霸占了我家的家产，还教唆天磊说服我爸妈将家产都转到他的名下，无非是想通过天磊拿到宁家的所有家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打算？宁天磊那个笨蛋！”宁思琪骂着弟弟。宁天磊也的确想过将父母转给他的家产都转给大姐，让大姐打理的。宁云初拒绝了，他只拿回属于他的呀。不是他的呀，他不拿啊，拿走了属于他的那些。宁天磊姐弟俩分到的家产其实并不多的，都说了宁家的大动脉现在是掌握在云初的手里，没钱吃饭了呀。看在咱们同一个妈生的份上，我总不能让你饿死的，给你备了点钱，就是需要你自己清点杨叔，把钱给他吧，拿到钱了就让他滚。宁思琪这才看到跟着小夫妻俩出来的还有游游山庄的大管家杨叔。杨叔手里拿着一只黑色的塑料袋，袋口打了结，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看他拿着一点都不吃力，想来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杨叔上前几步，将那只黑色的塑料袋递给宁思琪，说道：“这是二少奶奶给你的饭钱。”
拿着钱就赶紧离开，不走的话，我让人再往你嘴里堵臭袜子。宁思琪有点不敢相信袋子里装的是钱，宁瞎子这么大方，给他一大袋钱。他接过了那只黑色的袋子，带着求证的心态，解开了袋子的结，打开了袋子，看了两眼，看到了面上有几张红色人民币，还真的是钱。他立即重新将袋子打好了结，拿住那大袋的钱，对宁云初说道：“算你识相，否则我天天来你婆家闹，反正我是不怕丢脸的。”说完，宁思琪得意洋洋地走了。就回到他的车上，他很快就开车离开。得意洋洋的宁思琪以为自己赢了。等他回到租房里，迫不及待地再次打开袋子，将袋子里的钱都倒在茶几上，他就傻眼了。就那一大袋的钱呢，都是散钱，面额非常小的，都是些5毛钱、1毛钱面额的钱，还有很多硬币，硬币也是1毛钱。5毛钱的也就他看到的那几张100元的，是最大面额的钱了。100元面额的钱一共就300块钱，是用来遮住底下那些散钱骗他的。他当时就看了2眼，没有细看，确定是钱后就得意洋洋地走了，以为宁云初最终是怕了他。宁云初都说了要他自己数钱，自己数这么多1毛钱的，就算他数完了也没有多少钱的。他出去消费哪好意思掏出一大堆的1毛钱呢？不得让人笑死。他目测这些钱呢，加在一起都不足1000块钱，气得宁思琪立即打电话给宁云初，骂到：“宁云初，你什么意思？我让你给我钱，你侮辱人也不是这样侮辱的呀，打发乞丐啊，打发乞丐，人家都嫌弃你给的钱。”宁云初凉凉的道：“你不是让我给你饭钱吗？那就是饭钱，1毛钱也是钱，你数一数，全部加一起应该有个1000几百块钱的，在外面吃一个快餐也就10几20块钱，够你吃上一段时间呢。你要是自己买菜做饭，可能吃得更久一点。这可是我婆婆发动了全山庄的人，掏光了他们钱包里的小钱，才凑到这么多钱给你的，你可得谢谢我婆婆呀。是我的话，我才不管你有没有钱吃饭。是我婆婆心善，说你始终是我的妹妹，你没有钱吃饭了，总要给点钱你吃饭的，免得饿死在街头，会吓到别人。宁思琪、宁云初，算你狠。他气结地挂了电话，将那些1毛1毛的钱全都扫进了垃圾桶里。他才不要宁云初的施舍呢，气死他了。太欺负人了。宁思琪坐在沙发上气了好一会儿，便打电话给宁大姑，想着这些小钱就给大姑吧，让大姑慢慢数。蚊子再小都是肉，再小面额的钱也是钱，想来大姑会很开心的呀。就让大姑连垃圾桶都拿走，她就不想看到这些钱。你把打的电话已关机。让宁思琪想不到的是，大姑的手机关机了。怎么会关机的呀？宁思琪以为自己打错了，将手机从耳边移开，看了看，确定自己没有打错。他再打一次，依旧说关机了。他又打给二姑姑，也是关机。还有他的那些表兄弟们，竟然没有一个人的手机是通着的，统一关机了。再迟钝呢，宁思琪也知道他的2个姑姑以及表兄弟们跟他切断了联系，集体不理他了。不理就不理呗，不理最好。就他们老是想从他这里要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宁思琪自己安慰自己，却又忍不住骂着宁瞎子：贱人，贱人肯定是你做的，等着，总有一天你会跪在我面前求我放过你。看着垃圾桶里的那些散钱，宁思琪又全都捡拿起来，放在茶几上。他1毛钱1毛钱的清点着，他要记住宁云初今晚是怎么羞辱他的。那边的宁云初早就用完了晚餐，与丈夫一起在山庄里散步。现在这个季节，山庄里的风景略逊一点，相对来说依旧是很优美的，
主要是管城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若是下一场雨，花草树木都能焕然一新。空气会变得更加的清新。妈想到的那个办法太妙了。宁云初想到妹妹打开袋子，真正看到袋子里的钱后，就气得半死，就觉得婆婆这个办法呀妙极了。战一晨说道：“依我看，1分钱都不给她。她不是生产，花钱如流水，可能也是真的没有了钱，给她几百块钱。她不死就行了，不能让她一下子就饿死，要让她好好的活着，看着我是如何越过越好，越来越幸福的。她羡慕嫉恨我，因为她曾经想过嫁给你。在我还没有认识你之前，我就听到我妈跟她分析着，嫁给战家哪位少爷更适合她。分析来分析后，最后锁定了你。她年轻气盛，又被宠坏了。我妈锁定了你，她就认为她一定可以嫁给你，嫁入战家当二少奶奶，一颗心就很轻易的就投到了你的身上，所以她现在特别的恨我。宁云初轻笑着，她越是恨我，我越是要让她好好的活着，看着我嫁给了她以前想嫁的男人，有你的疼爱，有你的深情爱护，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的，气死她。报复一个人不是一刀结束他的命，而是让他一点一点的失去他最看重的一切。这种报复最折磨人心了。战一晨就抓紧他的手，老婆，我只爱你，我的眼里心里都只有你。云初看他笑道，我又不吃醋，更不会怀疑你对我的感情。他为了他默默地付出了很多，为他做了很多事，他能重见光明，就是他的深情相付。他为了求得程医生帮他治眼睛，不知道跑了多少次风尘山庄，承受了君家4少爷多少白眼。我就是想表白，想告诉你，我爱你，永远都只爱你一个。我战家的男人对待感情都是很专一的，忠于家庭，忠于婚姻。我知道你们家风极好，所以我小姑姑对你非常满意，连天磊都很满意。云初说着，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伸手揽住他，不过很快他就离开了他的肩膀，因为那样走路不是很舒服。累吗？要不我们去那里坐一坐。战一晨指着不远处的一处凉亭，问着妻子。刚吃完饭，不想坐，就是要走动走动。消消食，我吃得太饱了，饭菜好吃，汤好喝，我恨不得变成猪八戒，那样能吃得更多。小心别撑坏了胃，又不是只能吃一餐。这是你的家，每天回来吃都可以。爸妈笑眯眯地看着我吃，我就想多吃点，多吃点，他们开心。战一晨轻刮一下他的鼻子，说道，我爸妈就是那样，以后呀，就算他们笑咧了嘴，你吃不下那么多，就不要吃了，撑着了。难受的是你自己，爸妈现在稀罕你稀罕的紧，你是他们的长媳妇，地位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大家庭里，他虽然不是长孙，但在他们二房，他却是长子。长子向来最得宠啊，爸妈对我那么好，我真的很想早点生个孩子。看得出来，他们很喜欢孩子，很想抱孙的了。宁云初说着，又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因为知道她没那么容易怀孕。战一晨晚上的战斗力特别强，换成正常的女人，以战一晨的努力，估计能像沈小军那样，结婚1个月便怀孕。不着急，我们也还年轻，婚礼都还没有办，先调理好身体。咱们俩过几年2人世界，让他们羡慕去吧。战一晨是真的不着急生娃，就算宁云初的身体没问题，他都不打算太早生娃，最快也要婚后1年再考虑添个娃。老婆，不怕你说我，其实小孩子不好玩的，别人的孩子，你看着好可爱，但让你带的话，你会发疯的，天天哭上800回。不是所有孩子都像洋洋那么懂事听话的，就是洋洋这么懂事的孩子，听大嫂说以前也很不好带的。
经常哭闹，晚上要抱着走来走去才肯睡。睡着了，放躺在床上，没多久又醒来，又要大人抱着哄来哄去才会入睡。大嫂说她那时候照顾海玲姐坐月子，她都瘦了近10斤。可见带娃的辛苦。咱们家这种家庭还好，长辈都闲着，也有保姆帮忙，不过有了孩子后，当妈的都会忍不住自己照顾。培养感情，就算是亲生的，感情也是要培养的。反正带娃很累的，咱们玩够了再生孩子。倪云初看他说的好像你带过孩子似的。你怕是连见都没有见过别人带娃吧？我怎么没带过？我带过呀。我们家老九比我小10几岁呢。他刚出生的时候，我们这几个最大的哥哥都带过他的，可爱的时候是真可爱，哭闹不休的时候真的想扔垃圾桶去。老九害怕大哥，他哭闹不休时，我们都哄不住他，只有大哥回来了。将他交给大哥，他很快就不哭了，往地上打滚，谁都叫不起他。一说大哥回来了，他一咕噜就爬起来，然后往他妈妈怀里扎去。倪云初笑，现在老九也很怕大哥，现在好多了，有了大嫂。老九抱大嫂的大腿抱得牢牢的。大哥大嫂刚领证那会，大哥还隐瞒身份，老九第一次见大嫂，就抱紧了大嫂的粗大腿。现在大哥敢瞪他一眼，他就叫大嫂。海童会送他很多试题，战一晨哈哈的笑，大嫂一个人送他试题，好过我们8个当哥哥的都送给他。学校放假了，他宁愿去他外婆家里，也不想回来，就是害怕一回来，那我们就人均送1套试题给他刷。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闲闲的样子，我就是不舒服，总要给他买几套试题，要求他多少天刷完。看着他天天做题做到深更半夜，我才爽。老九，二哥你太狠了，有你们这样的哥哥，怪不得老九放假了就喜欢去他外婆家里住。战一晨坏心眼的到马上就放寒假了，我准备送几套试题给他当新年礼物，就算他住在他外婆家里，我也亲自送过去给他。高中生啊，就是要拼一拼。倪云初说着他行了吧，他在学校里学校逼着，好不容易放假回家，你们这些当哥哥的就饶了他吧，让他放松放松，缓解缓解压力。老九也快放寒假了吧，放假了，你们这些当哥哥的带他出去玩，散散心吧。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很大的哈。据他所知，老九的成绩很好的，只要高考不失手，重点大学随便他挑。他还要补课，等他放假回来，还有几天就过年的了，行吧？他二嫂替他说话，等他放寒假回来，我们带他出去玩上几天吧。说到出门旅游，战一晨兴致勃勃地问老婆：你想不想去北方看雪？那你见过真雪了吗？没有见过，不过感受过北方的寒冷。以前小姑姑带着我走遍大江南北，到处求医问药，我是去过北方很多城市的，那只是那时候我看不见，就没有见过雪。失明之前，因为亲妈的阻拦，就她不能跟着出去旅游，所以没有见过雪吧。那在她失去光明之前，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小姑姑家里了。小姑姑那里冬天也不会下雪，要不过年我们就去北方看雪吧。宁云初颇是心动，但想到自己的情况，他说道还是等明年再安排吧。我现在是能看见了，但是距离远一点，我依旧看不清楚，出去玩只能看到眼前的景物，感觉不够美，也体会不到北方冰雪世界带给我的震撼。战一晨心疼地看着他的眼睛，他笑：老公，你不用这样看着我，我现在已经很好了，真的。我以为我要在黑暗中度过余生的了，没想到有一天还能重见光明。他停下来，抬头摸着他的眼睛，他闭上眼睛让他摸，摸了他的眼睛，他又摸他的脸。以前他只能通过手摸来想象着他的样子。战一晨搂住他，让他贴靠在他的胸膛上，
云初，我认识你太迟了，若是我早早就认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不会让你被他们欺负、虐待、伤你至身的。早认识我，你未必会喜欢我呢。什么时候相识，那都是咱们俩的缘分。他抬头看他，他也低头看他，夫妻俩四目相对，看着看着，战逸晨低头亲上他的红唇，一吻之后，云初清推开他，重新与他十指紧扣，继续往前走。那夫妻俩短暂间都不说话，回味着这刚刚的深吻。夫妻俩在山庄里逛了1个小时，才回到屋里去呢。二太太夫妻俩在说着什么，他腿上放着一只红色的大锦盒，刚刚夫妻俩就是在讨论着锦盒里的那套珠宝搭配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看。看到儿子儿媳妇回来了，他立即朝儿媳妇招手，叫喊着云初，过来过来，妈有东西给你。妈又有什么好东西给我的？云初刚进门，与公婆的距离还有点远，她看着公婆，其实看得还不是很清晰，不过婆婆说话了，她可以通过声音来辨别。随着距离近了呢，她看到的也就越来越清晰了。战利民主动给儿媳妇腾位置，让儿媳妇坐到了老妻的身边，他换了一个位置，还拍了拍自己的身边，就示意儿子坐到他的身边去。战逸晨坐下，看了母亲面前的那只大锦盒，轻声问着父亲：爸，我妈又淘了什么东西出来送给我老婆的？她嫁妆里的一套珠宝，复古风的珠宝，你妈年轻的时候佩戴过后来就收藏起来，今晚想起来就拿出来了。那套珠宝挺适合你老婆的，她身材高挑，天生贵气，压得住那套珠宝。战逸晨笑着，妈嫁妆里的珠宝已经送了几套给云初了，还送呀？我底下还有2个弟弟呢，妈以后还会有2个儿媳妇，母亲有好东西送给她老婆，她当然高兴，但也要给以后的2个弟媳妇留一点，免得他们说母亲偏心，不利于家庭和睦发展。战逸晨也觉得自己的老婆不缺珠宝，他送给老婆的珠宝他都带不完。战利民说道：你妈和你伯母还有婶婶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小珠宝库，你又不是不知道珠宝库里还有很多呢。你妈以前嫁给我，嫁妆是真的10里红妆呀，那多的塞满了屋子。你是长子，云初是长媳，第1个儿媳妇，你妈最疼的她的珠宝，她早就说了，以后是由3个儿媳妇继承的，长媳妇多继承一点也很正常，你未来的2个弟媳应该不会介意的。你奶奶挑选孙媳妇都看重人品，若是心眼小的爱计较的，你奶奶铁定看不上眼，放心吧。战逸晨撇撇嘴，小声说道：爸，你不觉得我妈抢了我的风头吗？她老是送那么多珠宝给我老婆，我老婆又孝顺，妈送的，她总会带一带的，那样就占了我的位置。我送给她的珠宝都要藏灰了。战利民笑：你跟你妈抱怨去，跟我抱怨没用，整个管城的人都知道我战利民是个妻管严。他怎么感觉他爸说出是妻管严时特别的自豪。对面的那对好的如同母女的婆媳俩，那没有留意父子俩的对话。二太太将那个锦盒放到了宁云初的面前，对儿媳妇说道：云初，这套珠宝妈现在戴的不好看了，妈上了年纪，撑不起这套珠宝的华贵，你还年轻，容颜气质各方面都很好，妈觉得你戴着肯定很适合，送给你了。妈过2天要参加宴会，都是那些贵太太们，妈想带着你一起去，正好你带上这套珠宝惊艳惊艳他们。哎，对了，你过2天有空吗？二太太说要带媳妇出席宴会，才想起来问儿媳妇是否有空，儿媳妇也管着很多生意的。云初笑着，妈要带我出席宴会，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就她还没有跟着婆婆一起露过面，也是她和战逸晨领结婚证的时间并不算长，未婚时她又看不见，就算二太太愿意带着她，
也能照顾他，他都不想跟着去，怕自己这个瞎子会成为别人笑话的焦点，反而影响婆婆的心情。妈，我也要去。战义臣一听到老妈要带着他老婆出席宴会，立即说道：我过2天也有空。他是不放心老婆，哪怕知道母亲能护着妻子，他也不放心，总要跟着去才能放心。二太太看着儿子笑道：都是些太太千金们聚在一起，你一个大男人跟着去，要是不怕被他们打去，就跟着去了。平时叫你陪妈出席宴会，总是说忙没空，现在妈想带你老婆出去会友，你就说有空，怎么怕妈把你老婆卖了？二太太打趣着儿子：放心吧，妈保管还你完好无损的老婆。战义陈俊脸微红，他笑着：我才不担心呢，妈把我卖了都不会把你儿媳妇卖了。我就是真的有空吗？以前我也是真的忙，现在弟弟们都可以帮忙了，我们这些当哥哥的累了那么多年，偶尔也是能放假的了，那老6老7都可以帮忙的了。妈是个护短的，最疼云初了，谁敢动云初1根手指头，妈知道了，不剁了那人的手才怪呢。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担心的。二太太呵呵的笑，当她不知道儿子心里怎么想的。你既然想跟着去，那就跟着去吧，正好让大家看看我儿子儿媳妇是多么的般配。二太太说到那个汪太，经常在我们面前炫耀他的儿子儿媳妇多好多好，说他儿子帅气，儿媳妇俏丽。我要让他看看什么叫做帅气和俏丽的组合。我的儿子儿媳妇一带出去，秒杀他们，甩他们几条街。平时太太们聚会经常会聊的话题，就是丈夫、儿女，有儿媳妇的，还会扯上儿媳妇。战二太太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拿自己儿子儿媳妇出来给大家当话题的。她觉得哪怕是一些儿子儿媳妇的日常，也是涉及到年轻人的隐私。她不喜欢别人打听自己家里人的隐私，也不喜欢往外说别人怎么自夸儿子儿媳妇，她就当听故事似的，听着便是。若是有人将话题扯到他的儿子儿媳妇身上，他3两句就带偏了话题，大家都是人精，便知道他是不愿意拿儿媳妇出来当话题的。识趣的人都不会再拿他的儿媳妇出来说。战家的人向来护短，以前唐君业维护海童的事，传遍了整个管城的太太圈的。就算宁云初还是个瞎子时，也没有人敢在战二太太面前说宁云初的一句不是，毕竟他们不想得罪这战家的几位太太。宁云初看了丈夫2眼，笑道：你就别去了吧，在家里陪爸下2盘棋。战义臣立即垮下了俊脸，委屈的道：老婆，你不爱我了，你陪着妈去出席宴会，不带我去，还不要我跟着去，我不想跟爸下棋。我爸的棋艺就那样，一落就被他老爸拆台了。你跟爸下棋，赢了几次？你爸我可是参加过比赛，拿过冠军的人，跟你说，你们兄弟9个联手，都还不是你爸我的对手。战义臣撇撇嘴，小声说道：那是我们让爸的，尊老吗？怕爸输给我们了，没面子。要不要咱父子俩现在就下几盘试试呀？战义臣立即闭嘴。宁云初笑道：你跟着去，看到聚会的人都是女的，大家盯着你看，你会很不好意思，然后就一直黏着我，连带我也会跟着不好意思的。与其这样，还不如你留在家里跟爸下棋，杀个高低出来，我和妈与有聚会。战二太太附和着，就是你跟着去，就成了云初身上的牛皮糖，粘得紧紧的，云初自在的呀。战义臣，那好吧，我不跟着去了，我留在家里等你们玩够了。我去接你们回家。当爸的说了句：你妈有我接，不用你接。好好好，各接各的老婆回家。等云初跟着他母亲出席宴会后，他就接老婆回宁家了，远离他妈，免得他妈霸占他老婆。他和老婆才领证不久的正式新婚燕尔当中，
分开一刻钟他都受不了，就恨不得每天24个小时都和老婆在一起。就秘书都说，他自从成了已婚男人后，晚上的应酬都减少了很多。哎，那是有老婆的男人，当然以家庭为主啦。下班了就回家陪老婆，大哥都减少了晚上的应酬呢。云初，来，妈帮你戴上这些珠宝，让妈看看妈的眼光怎么样。二太太懒得理那2个妻奴了，拿起项链就要帮宁云初戴上。云初却说道：妈，你已经送给我好几套珠宝了，这套珠宝是你的嫁妆，太贵重了，我可以借来佩戴一晚，但不能收下。他是一眼就看中了这套珠宝，内心是很喜欢的，但这是婆婆的嫁妆，几十年前的珠宝更加珍贵一点，过于贵重了，宁云初不好意思收下。平时婆婆赠送给她的珠宝都是婆婆买的新款，跟这一套意义不一样的。这二太太才不管呢，她直接上手，帮儿媳妇戴上了项链、耳环、钻戒、手镯、手链等。她边帮儿媳妇戴上，边说道：妈没有女儿，就3个儿子，妈嫁妆里的珠宝以后都是你和你妯娌的，你2个妯娌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呢。这套珠宝适合你，就送给你，放心，妈的珠宝库里还有很多珠宝的。你一个人掏不空妈的珠宝库啊，妈给你的你收下便是，长者赐，不可辞，你不收就是嫌弃妈给你的这套珠宝不好看。多好看呀，我就说这套珠宝适合你，你气质温婉大方，有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复古风的珠宝戴在你身上最是适合不过了。宁云初求助似的看向丈夫，战一晨盯着老婆看了良久，然后对母亲说道：妈，你抢了我的风头，把我送给我老婆的那些珠宝都比了下去。又对妻子说道：老婆，妈说给你的，你就收了，是真的很漂亮，很适合你，还是我妈有眼光。宁云初晚礼服战二太太才开了个口，就被他儿子打断了话。妈，云初有很多晚礼服了，这个真不用你老操心，留点操心的空间给你儿子表现表现吧。战二太太笑着：好好好，留给你表现表现，你可不能亏待了我儿媳妇，否则我可不饶了你，我亏待我自己都不敢亏待你儿媳妇呀。